好啊，我就给你输的机会。公开挑战，须有保人，我二人来做个见证，可还合适啊？啊，秦副主，秦副主，江海扬声波，方能成壮阔。藏风玄府也该有些波澜的时候了。你很有胆量，也很有魄力，却未必有这个实力。若是你输了，不单要接受莫容易的处置，而且终生不得再为内府弟子，你可有异议呀？可以，但是如果我赢了呢？好，好，好！我要是输了，我也任你处置。既如此，约战之日便定在3个月之后的上午4时。是。不过嘛，越级挑战，便无便利也要公平，免得招人闲话。云彻，是，云彻在。自今日起，许你可以自由出入外、中、内3府，暂时享受一切资源，以示公平。什么？那位蓝大小姐面子可是比天大呀，竟能让新月、苍风2大府主亲自出面，想方设法也要直接送你进内府沾光。多尔，弟子在。带云彻去内府安顿，然后去天兵阁和太玄殿挑些趁手的兵器和玄功玄技。是。恭送府主。你也太冲动了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有多大的压力，才会有多大的动力嘛。罢了，眼下说什么都晚了。走吧，去找找有什么能保你命的东西。父皇，父皇，您病了这么许久，还有古大师亲自诊治，这病情怎么就不见好呢？启禀陛下，太子求见。让他给我滚！朕不想再见他。哎呦喂，我的父皇哎，您有恙在身，可切忌动气呀。哼，原来是皇妹回来了呀。几个月不见，皇兄我可是想念的紧啊！混账！未得朕的准许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哎，父皇，儿臣关心父皇病体安危，情急之下顾不得礼仪。告诉你，只要朕还有一口气，你就别想得到这个皇位。父皇啊，我是太子，继位顺理成章。何况儿还有萧宗全力支持，待儿继位，我苍风皇室必定会更加繁荣鼎盛，威加天下。你给我住口！老三以为他攀上了什么焚天门，就可以跟我这正牌的储君掰掰手腕？哎呀，也不瞅瞅他那毫无人君之相的脸。你们这些逆子！哟，怎么，儿臣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们，父皇，我够了！你，兄长一定要逼死父皇，才肯罢休吗？皇妹，这大位交接又与你无关，你掺和个什么劲儿啊？再说了，你也到了出阁的年纪了，皇兄夹带儿可有不少青年才俊，要不要给你引荐引荐？嗯。你呀，专心成你的好事儿，也能助皇兄我一臂之力，岂不是两全？滚！为你好，
还不招待见了？行，那皇兄先告辞了。你和咱父皇好好叙叙父女之情。真是好心没好报哦。哼，唉。父皇，家门不幸啊！父皇，为他们动气不值得，将养身体要紧。唉，可惜呀，你生了个女儿身，真不能把皇位传于你手。哎呀，等朕一归天，我苍风皇室怕是要沦为他人傀儡，颜面丧尽，威风难复啊！我怎么和得上眼？怎么去见历代先皇啊？父皇，不要太过忧心。哎呀，我虽是女儿身，但也一定会竭尽全力阻止他们出卖皇室，辱我国威的。太子勾结萧宗，三皇子有分天门撑腰，你斗不过他们的。如果有一天朕死了，你就立刻离开皇城，躲得越远越好，千万不要被这群逆子当成攫取利益的棋子。要是那样，朕就真的死不瞑目了。不会的，父皇，有古大师在，您的病一定会好起来，你会长命百岁。哎呦，贵为皇家，却被四大宗门压了半辈子，头都抬不起来呀！天玄大陆以玄力为尊，若皇室不能在排位战中打个翻身仗，将永无出头之日。我夙愿难消，死不瞑目啊！父皇，你此番夙愿，也许能实现。这几年，女儿辗转天下，已找到一个人。若她能代表皇室参加下届的排位赛，一定会杀进榜中前100，达成父皇夙愿。唉，下届，只怕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父皇，父皇好好休息，女儿明天再来看望。啊，东方伯伯，请您一定要保护好父皇。殿下放心，有老夫在一日一刻，就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陛下一丝一毫，任何人。谢谢。苍风玄府共有3大兵阁，天兵阁更是属于内府兵阁，地位至重，只有内府弟子才有一次再次挑选兵器的机会。这里的兵器最低也是真玄器，大部分都是灵玄器。这里的武器可是外面极少看到的。你平日用什么武器？啊？我不善兵器。啊？那可不成。身为玄者，就不该忽视兵器的巨大作用。同级相争作战，无兵器者根本不可能击败使用兵器者的。哦。好在你年纪尚轻，现在开始正当其时。我建议你选剑。剑是兵中军，一学一精，7成玄者皆是用剑，我也是。哦，那就选剑吧。看不上这个？这把呢？我自己看看吧。请。这是……哦，这
这把是霸王剑，此剑乃是1000年前一位猛将所用，仗其杀敌无数，立下赫赫战功，也是此处唯一一件地玄器，但没有人会选它的。啊？为何？重剑杀伤力巨大，却极难驾驭，每一次挥舞之间会虚耗大量的玄力，不但难以命中敌人，而且自身还会露出很大的破绽，只适合千军万马的战场，而不适合3两捉对的厮杀。我说不行吧？此剑啊，据说是天外陨石所制，重达3900斤，你能抬这一下，已经算是很难得了。我就要这把剑了。就要这把剑。哦，你说云彻挑了那把没人要的重剑？可是他并不擅长任何兵器啊，更不要说是重剑了。这个娃娃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今日的大收获如何呀？为什么会选择重剑？只是因为它品级高？我原本并无预想的，但就在我靠近这把剑的时候，就忽然有了一种玄妙之感，只有它最适合我。怎么说？或许是因为这是一把守护之剑。重剑一挥，千军莫进，雷霆一击，万夫莫当。只要将守护的人护在这剑锋之后，除非挡下我的重剑，踏过我的尸体，否则谁也别想再伤害到他们。为了这个，哪怕需要我修炼一生的时间，哪怕跨越沧海桑田，同往矣。你的理由和哥哥一模一样。你哥哥，他也用重剑。哥哥当年拿起重剑时，也说它是守护之剑，说他要以此剑守护我，守护母亲，守护家园，誓死方休。我最喜欢看的，就是哥哥在战场上挥舞重剑的样子。那时的我坚信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他也会用剑把这天撑起来；就算地裂开，他也会用剑把这地合回去。令人神往。你哥哥一定是个雄伟的奇男子。如果可以，我真想与他结交一番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真的要选择这重剑之道，守护之路，矢志不渝，此生不悔吗？我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便不会改变，更不会后悔。好，那么自明日起，我就教你修炼大道浮屠诀。什么？大道浮屠诀？它来自荒神的禁忌之学，和你的邪神诀同属上古真神之玄功。当年哥哥冒着巨大的危险，在那天狼星一地找到大道浮屠诀和天狼御神典，以极大的毅力修至大成，才能驾驭重剑，万钧辟翼。大道浮屠诀侵发于人的血脉、肌理、皮屑、毛发，它的终极大道便是将你这凡人之体改造成神之躯壳。真的？大道浮屠诀拢共12重，你只要修成第1重，就可以轻松驾驭这把重剑了。这霸王剑可足足有3900斤啊！没出息的样子。这算什么？大道浮屠诀第1重，便可让你平添3000斤臂力，
第2重便是8000斤。那时的你，即便不开胁迫，也能碾压同级。辅以胁迫，击败超越你大半个境界的对手，那也是不在话下的。好了，老实坐下，让我把大道浮屠诀第1重的玄诀印到你的心海中。道理是人讲的，修行却也要人来做。多久才能真正入门，就看你自己的领悟本事了。大道浮屠诀极难修炼，纵然哥哥那样的天纵奇才，也用了整整33天才初窥门径。你这么一会儿就想有突破？云师弟，是我。雪若师姐，恭喜你！听说你已经成为苍风玄府的正式弟子，还直接进了内府。师姐，那还得谢谢你啊！啊，谢我干什么？这是你的机缘。但是，为什么要和慕容逸订3月之约呢？师姐，放心好了，我不是那种会让自己吃亏的人。啊，心里有底就好。这是传音玉，若有要事，可马上找我和秦导师。谢谢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师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可以告诉我吗？或许我可以帮得上忙。没什么，是我父亲身体不太好，所以……嘿，那你可真是忘了，我可是货真价实的神医啊！带我去帮伯父诊治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只是积劳成疾的老毛病，这些年一直有医师调理，不用担心，安心修炼。感觉到了吧？这内府之下有一条罕见的天然玄脉，中心方位便正在这塔下，所以此处玄气最为浓郁，在塔中修炼的速度也因此远超外界。这内府的资源果然不是中府外府可比的呀。哎，里面还有一件东西呢，你看了也许更感兴趣。这不就是秦导师说的天玄榜吗？嗯。17岁，灵玄境2级。这个世上真就有这妖孽的天才，不服不行啊！他是焚天门的人。不错，焚绝尘是焚天门现任门主焚断魂最小的儿子。啊？你是惊讶
4大宗门的少主，为何会投身苍风玄府吗？哼，也是我正要警告你的一件大事。这焚绝尘天赋惊人，性情也偏狭高傲。传言，因为惨败于其兄焚绝壁之手，才一怒之下破门而出，浪迹天涯，被咱们那位三皇子请进了苍风玄府。三皇子，这玄府不是他的地盘吧？时下皇上病重，苍风皇室封爵云轨，几位皇子明争暗斗，苍风玄府也少不了被人惦记。三皇子把焚绝尘安插进来的心思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你昨日一战，势必引起各方注意，而你又是蓝师妹带进来的，谁亲谁疏，何去何从，可要慎之又慎，万分小心呢。请。此处与外界隔绝，而且玄气充沛，对你这种程度来讲，算是不错的修炼之地吧。大道浮屠诀重在修心，而非修身。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力量，都无法处理分毫，需要你自己去领悟其中的道理。了解，谢谢。年轻人，你真的有领会这大道浮屠诀的觉悟了吗？是，我渴望力量，可以超越一切的力量，去守护我想守护的一切。那么，我们便重走一番你的人生大道，如何？师父，这是在苍云大陆。你出生后的第3天便被抛弃，那时你所接触的道是什么呀？这是你在苍云大陆唯一的挚爱，他的香消玉殒，便是你最痛苦的时刻。这是你在苍云大陆最后的画面，你以为那是生命的最后时刻？那么，你的重生又寻的是什么道？这是在天玄大陆，你已16岁，却一无是处，还被逐出家门，受尽嘲笑。操纵这一切的道又是什么？究竟需要经历多少个轮回，你才能摆脱你的悲惨命运？不如让我来为你指一条康庄大道，进入那道门，你便可摆脱大道对你的不公。嘿嘿，姐夫，宁师弟，姐夫，姐夫，说我不生于世上，大道又与我何干？因为我生，才心中有道，大道与我乃是一体。我在意的人，他们充斥了我的情感；伤害我的人，激发着我的意志。他们造就了我，我也在改变他们。所以世间万物皆可为我所用，唯可造就万物。浮屠即是道，即我心。年轻人，你让我惊讶，不愧是有过2生3世的人啊！既然你已经顿悟，那从现在开始，天地万物皆为你所用，世间万灵皆因你而存在。去追求只属于你的大道和浮屠吧。只用了3天，竟然已经开悟了吗？
什么？竟然已经过去3天了？这还只是入门，等你真正踏入第1重境界，就会知道这大道浮屠诀是怎样的强大。怎么忽然头疼欲裂？领悟大道浮屠诀需要消耗大量的精神魂力，你现在的精神层面太低，只能等到魂力恢复了才能继续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能找到天玄境的恶魔焚血晶。虽然不是什么稀罕之物，可这一时半会儿去哪找啊？你说什么？云彻自进聚玄塔之后，没有出来过？是的，师父。天赋高又努力，这不正是选中他的理由吗？唉，可此子性格中时有过于激烈的一面呐。我是怕他伪争嫌弃，自强其身，白费了我们的一番苦心呐。哼，静观其变吧。失控，无法控制玄气。再这么下去，他会爆体而亡。凤凰金血，发生什么了？你这个蠢货，竟然强行领悟大道浮屠诀，精神魂力衰竭，无法控制玄气，差点爆体而亡。幸好有凤凰金血引导，你现在大道浮屠诀未成，倒是玄力提升了境界，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。我进入真玄境了。刺一下自己手掌试试。哎呀，用力点儿！进入真玄境后，在大道浮屠诀的淬炼下，会让你身体经脉骨骼更加坚硬。等你真正踏入第1重境界，就会知道大道浮屠诀是怎样的强大。这些天没出来，这花都开了呀。姐夫，我都想死你了。元霸，你这些天在府里还好吗？我老爹知道我进了苍风玄府，高兴坏了。秦导师也挺照顾我的。那就好好努力吧。咱们只要肯吃苦，不会比任何人差的。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没啥。谁干的？那大块头领丹药怎么还不回来？是不是偷偷去藏了几颗？他敢？上次吃的苦头还不够吗？就是，别看他长得像头熊一样，其实脓包的不行。你谁呀？哪来的小崽子，敢来这里撒野啊？欺负夏元霸，你们每个都有份，是吗？没错，没错。砍不进去。你别过来啊！我爹是黑月商会的主事，我要是有个好歹，桑风皇城黑月商会不会放过你的。皇城也有黑月商会，我怎么把这忘记了？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怎么样？怕了吧？在皇城，除了玄府，就是黑月商会势力最大。正愁不知道去哪儿弄恶魔焚血晶呢，你倒是送上门来了。
哦，元霸，一个人可以弱小，但绝不能没有尊严和血性。哦，哪怕不是对手，也要敢于亮剑，否则何以为人？姐夫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不会这样了。你先回去养伤吧，有事随时找我。你不是说他是什么霸皇神脉吗？怎么会这个样子？霸皇神脉在某些人身上一旦觉醒，便足以称霸天下，封皇称帝。但于他，却是一条十足的废脉。啊？为什么？要觉醒霸皇神脉，需要有霸者之心，皇者之欲。这正是夏元霸所完全缺乏的。所以这条神脉非但不能给予他任何助力，反而会成为最大的拖累。就算穷极一生的努力，都别想突破入玄境。哎呦，客官，让您久等了。那块恶魔焚血晶是什么价位？你怎么知道那里面是恶魔焚血晶啊？我以前碰巧接触过，对它独特的气息印象深刻。虽然隔着盒子，也还是一下就感觉出来了。哦，阁下当真是高手，在下佩服。不过这恶魔焚血晶天下少有，只对商会会员。一起打包。谢谢回国，欢迎再来。您慢走。男人，你小小年纪懂什么？我劝你还是别打他的主意，你与他天差地别。天玄境10级巅峰，半步王玄，足可列入苍风帝国10大强者之位。清醒了？你信不信，这个小仙女马上就会主动来找我呀？哼，请等等。唉，我这该死的魅力。把那块恶魔焚血晶卖给我，我出双倍的价钱。你出了个好价钱，让我很动心。但我还是劝你不要买的好，因为你中的冰毒根本不是恶魔焚血晶可以解的。你是如何知晓我中了冰毒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应该是在几天前和一只强大的冰系毒玄兽交战过，被他死亡前释放的本源之毒沾染。这是其所有毒力的根源，亦是其生命之源，无比的恐怖啊！你怎么才来找恶魔焚血晶？晚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叫云彻，只是苍风玄府的一个普通弟子。不过我还有一个身份稍稍厉害一点，我是一个神医。你到底卖不卖？多少钱都不卖。这就走了？不多聊一会儿？放心，他肯定会来找我。来了。你能化解我身上所中之毒？治疗过程虽然麻烦一些，但是可以保证不留下丝毫后患。那就劳烦你了。化解之后，我必会给予重谢。给予我重谢是什么呀？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你答应我3个要求。放心，绝不强人所难。第一个要求呢，告诉我你的名字，这不难吧？不行。我救你半条命，你居然连名字都不肯告诉我，那让我怎么称呼你？随便。好吧，以后就让我叫你小仙女，这总行了吧？这第2个要求就是把面纱取下来，让我看看你的真容。不可能，你为我解毒，我自会给你重谢，之后便两不相欠，或许永不相见。我真是无言以对啊。好吧，
那我把第2个要求也换一下，如果我解了你的毒，2个月后你必须暗中保护我一段时间，这个有问题吗？可以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至于这第3个要求嘛，我还没想好，等以后再说。先解毒，来把你的手给我。我从不让任何男人接触我的身体。哎呀，我是神医，我可以隔空把脉，不会碰你的啊。怎么了？那只被你所杀的冰系毒玄兽，死亡前将一丝意识灌入了本源之毒，已在你的玄脉中生成了毒灵。这就不是单单解毒这么简单了。怎么说？毒灵有自身意识，寄居于玄脉之中，吞噬玄力，必须将其驱离消灭。强行解毒会对宿主的玄脉造成永久损伤。哎呀，总之很麻烦。你就说你能不能做？试试吧。凤凰之眼，你是凤凰神宗的人。凤凰之眼也未必只在他凤凰神宗。集中意念配合我，你我一道将这毒灵从玄脉驱除出去。集中意念配合我，你我一道将这毒灵从玄脉驱除出去。没想到我还活着。我也没想到，有人能硬吃我真气冲击而不死，更能3天便有好转。你，真是这里的弟子？也许只是我的命好呢。我之前只是想把毒灵抓出来。我知道，否则你还能活着醒过来。哎，啊，你用玄力为我疗了伤，还一直都守在这里。小仙女，多谢了。你看起来冷冰冰的，谁成想并不无情呢？不会再有了，毒已解，你也无妨。我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。哎，别走啊，再聊会儿嘛。放心，我会遵守约定。啊，有事才来，没事就走，这也太现实了吧！真的走了。哎，看他的玄气风格，应该也是冰云仙宫的人吧？哎，不知道我的清月老婆现在怎样。你干什么？若不是修炼的大道浮屠诀，你早就死的不能再死了，知道吗？以后能不能少管闲事儿啊？医者父母心，人家也救了我。是吗？那就是没事儿了。哎，差不多吧。那小仙女的玄力可不是盖的。你就别赖床，快起来去修炼。身为师傅，你能不能稳重点啊？
什么怪物啊？只有2个月就达到了大道浮屠诀第1重，玄力也提升至真玄2级。这把重剑选对了。你现在只是能舞动它，并不代表能驾驭它，更没到与人交手而胜之的程度。接下来1个月，你要剑不离手，去彻底适应它的分量，直到犹如你身体的一部分为止。不过，只限于玄间之内，在外我还要继续隐藏，绝不能让慕容易对我产生警觉、防备之心。看你平时傲气凌人、狂妄自大，有时又小心翼翼、谨慎细致，真是分裂。狂傲是给别人看的，谨慎却要时刻藏在心。前者让我活得爽快，后者让我活得长久。分裂吗？你这个人，不说废话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传授你重剑的最强剑法——天狼御神典。他们谁呢？猜慕容易收拾云彻需要几招啊？最多3招。3招？你这是对内府弟子的侮辱！哎呀，我觉得是慕容易吧？真是。哼，小子，想好怎么死了吗？哼，亮出你的兵器吧。兵器？对付你，我还需要动用兵器？哦，是吗？那我希望你过一会儿还能笑得出来。无忧，你认为此战结果如何？唉，云彻虽然进步神速，但与慕容易有整整7级的差距。真玄境1步1天地，远不是入玄境能比的。那也未必呀。哦，以我观之，倒像从头到脚换了一个人，身上影影绰绰，有种我都无法看透的气息啊！此子实在让人无法捉摸。时辰已到，比斗开始。来呀，给我看看。白痴，玩硬碰硬吗？想找虐，我就成全你！一招，这么小的事，这么简单的事，慕容易，要给他机会，加油，慕容易！你怎么不笑了呀？你以为接住了我一招，就觉得能翻天了？笑话！现在，给你点颜色看看。慕容易来真的了！竟然势均力敌，讲不通，这讲不通啊！
心！什么？星神飞影，苍龙蓝海！姐夫，云师弟，这就结束了吗？哼！居然对修为低自己一个大境界的对手使用武器偷袭，简直丢尽了内府弟子的脸！苍龙蓝海是慕容三绝之一，来一下半条命都没了吧？他居然还能站起来！你终于动兵器了吗？谢谢。什么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天兵阁那把霸王剑？不可能啊！那重剑据说有3900斤呢。沉寂数百年，一行惊天地呀！3个月，他怎么做到的？不容易，没想到啊，真是个不要脸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必要客气了。云彻，倒是你手中这把剑，真能挥得起来吗？啊！呀！玄府最强枪技，炼狱龙影，这可是禁忌啊！给我滚！哼，我已将天狼御神典印入你心海，好好参悟。不对呀，为什么只有总诀和第一剑天狼斩？你还不知足啊？在你们这种位面，哪怕仅仅只领悟总诀的1/10，威力也绝对超出你的想象。赢了！我姐夫赢了！这好样的！真是没想到，这不神啊！太强了！好！太牛了！太好了！干得漂亮！今日之战，云彻赢得精彩，无可争议。从今日起，他正式成为内府弟子，取代慕容逸的天选榜排位。特许可任意取用玄府一切资源。一战封神，这是一战封神呐！这重剑也太拉风了吧！这才是男人的兵器吗？没错，我也要学重剑，我要去重新挑兵器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走去。很痛吗？嘿嘿，怪了，师姐这一问，突然就不痛了。又油腔滑调。啊，你别乱动。师姐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你问。我倒在擂台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对不起，师姐，我就随便问问。你知道的，我是一贯油腔滑调的。云师弟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别说一件，10件100件都行啊。好。以后无论碰到什么事，都要把自身安危放在第一位，好吗？不过能不能有个例外啊？哦，什么例外？就是师姐你需要我的时候。那更不行，你不懂。我懂，我一直都懂。师姐，云彻，麻烦来了。啊？
哎呦，我刚才在外面迷了眼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真的看不见了。秦导师，要不要我帮你吹吹？你吹个屁！怎么了这是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啊，我喜欢雪若师姐，雪若师姐也喜欢我，两情相悦就顺其自然呗。她不会是您女儿吧？看来你确实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我知道，雪若师姐应该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，早猜着了。但这也没什么吧，我也不差呀。哼，小子，我承认你是百年难遇的天才，必然前途无量。可放到雪若的层面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啊？那雪若师姐到底是？我也一直在纠结要不要跟你摊牌，现在看不说也得说了，总不能眼看你闯下大祸。蓝雪若，当今苍风大帝唯一的女儿，帝国苍风皇室唯一的公主，封号苍月。哼，也是个公主吗？小子，知道皇室眼下的状况吗？听司空师兄说过一些，但还是不太明确。你好好听我接下来的话，然后好好思量，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和魄力，去迎接将要面对的一切。怪不得师姐总是心事重重，原来心中藏着这么多悲苦忧思。要不是皇室与天剑山庄世代交好，恐怕早就……唉，雪若的结局更不敢想啊。天剑山庄，就是那个主持苍风排位赛的天剑山庄。师姐之所以选中我，真的只是为了排位赛？一开始是如此，可现在你比我更清楚。该讲的我都讲了，你还觉得自己有100分的本事、1000分的勇气和10000分的决心吗？如果没有毫不迟疑的肯定答案，就请你主动疏远雪若，这是为了她的未来，也是为了你的性命。哼，不服气？那就先做做这道难题，称称你自己的斤两。这是太子和3皇子的邀请函，邀约的时间一样，是故意的吧？这是在逼你站队啊！若是你不愿退出，就必须要学会去面对这样的挑战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当下还要小心一个人。谁啊？焚天门少主焚绝城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他一直对苍月公主纠缠不休啊。3皇子为讨好焚天门，也妄图让苍月公主就范。且不说焚天门加上3皇子的地位，单单这焚绝城本人就是上一届排位战的第4名，他的实力足以让你死得悄无声息。我懂。希望呀，你是真的懂。我是看着苍月公主长大的，她对你倾尽了所有，那你呢？再想想，多想想。云师弟，
原来你在这儿。没想到你居然也有兴致赏月。师姐，我有一个人生中很重要的决定，需要现在去做。是因为太子和三皇子的邀请？师姐，你觉得我该去赴谁的约呢？我知道你也不是全域之人，为什么又卷入皇室的纷争呢？如果我一定要掺和进去呢？云师弟，你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可怕。可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事并不是没兴趣或不喜欢就不去做的，对吗，苍月公主殿下？我真的不是有意隐瞒的，我只是……我原以为你不辞艰险，陪我经历了那么多，只是因为单纯的喜欢，没想到不过是利用罢了。不是这样的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。云师弟，云师弟，不是这样的。云师弟，不是这样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。师姐，看到了师姐的眼泪，我便明白了，也做好了那个决定。不要离开我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只要有我在师姐身边，我一定不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父皇，陛下。父皇，你好些了吗？苍风玄府弟子云彻拜见陛下。你说你用2年时间才寻得的那人就是他？是的，父皇。云师弟不但武学天赋惊人，还精通医术，是个神医呢。哦，难得，果然是人中龙凤啊！今日带云师弟来，也想让他为父皇诊治一二。我知道，已有第一神医古秋红古大师为父皇定期诊治，可您这病却一直未见好转。既然云师弟医术高超，不妨让他也试试，也好让女儿放心呢。哎呀，好吧，就依你。难得呀，你有这份心，你也不必太勉强。是，陛下，我必尽我所能。陛下，请容我先看一下您的脉象。好。如何？陛下，您的胸口是不是有一个伤疤呀？大约是3年前留下的。你是从何知晓？您得的不是病，而是被人下蛊了。此蛊名为噬魂同命蛊，靠人的心血滋养。陛下这几年之所以无比虚弱、急速衰老，正是因为大半元气被此蛊吞噬了。若是朕身中蛊虫，以蛊大师之能，没道理发现不了啊！你莫不是哪里弄错了吧？陛下如果有意，请容许我划开陛下胸口的伤疤，蛊虫自现。父皇，女儿信他。
虫，别动！父皇，朕的身体里居然有这样的妖物！云师弟，为何不将这蛊虫去除？此蛊虫之所以叫噬魂同命蛊，就是因为它与宿主同命共生，不可分离。一旦蛊虫死去或者被驱除，宿主瞬即毙命。天下竟有如此阴毒之物！噬魂同命蛊的寿命只有5年，而它在陛下体内已经过了3年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究竟是谁下此毒手？朕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！这噬魂同命蛊需以蛊种形式种入心口，谁给您划的那道伤疤，谁就是下蛊之人。不可能！蛊大师不但医术通神，而且品行高洁，与我苍风皇室关系极好，他根本没有理由害我父皇。朕早该知道，皇权争斗之下，人心难测。是朕轻信他人，自取横祸呀！父皇，多谢你呀，云彻，至少让朕能死个明白呀！陛下，此事我还有一个疑惑，但可能牵涉到皇室隐秘，不知当问不当问。朕现在还有什么不可言说的呀？噬魂同命蛊虽然重者必死，但见效极慢，要以年数。诸位皇子争位早已势如水火，为何？请恕罪，为何不采用更快的暗杀方式呢？因为天剑山庄。朕之先祖与天剑山庄的始祖是亲若手足的异姓兄弟，所以这天剑山庄一直是皇室的守护宗门。即使如今关系有所疏远，但若是皇室受到威胁，他们亦会出手的。可诸位皇子的靠山是萧宗和焚天门，又怎会如此忌惮天剑山庄呢？他们虽并称4大宗门，但论起实力，其他3家远远不是天剑山庄的对手。有谁敢触天剑山庄逆鳞？启禀皇上，天剑山庄前来奉送排位赛邀请函，在外求见。月儿啊，你替朕去吧，朕累了。对了，关于朕被下蛊一事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。现在还没有与他们撕破脸的资本，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呀！是。云师弟，父皇的蛊真的没法解了吗？有是有，但很渺茫。噬魂同命蛊只有焚魂花能解，而这焚魂花100年难遇，世间难寻。焚魂花，我一定要找到它。天剑山庄少主凌云，拜见公主殿下。好一个君子如玉呀！云大哥，上次排位战一别已2年多了，没想到你竟会亲自前来。能再睹苍月公主尊严，乃凌云之幸。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苍月公主？哇，老哥，她比你说的还要漂亮10倍呢！小妾不得无礼。这是舍弟凌杰，年方16，久居僻壤，不知礼数，还望公主。公主姐姐就是漂亮嘛，我也没说错。谢谢林杰小弟弟的夸奖，你长得也很可爱哦。公主姐姐，你不但长得好看，就连声音都那么好听。哦，对了，公主姐姐，你嫁给我当夫人好不好？这小子，你胡说什么？
公主殿下，千万不要！我才没有胡说，我想要公主姐姐做夫人是认真的，而且公主姐姐也说我长得很可爱，说明她也很喜欢我。真是没法忍了。这位小弟弟，你还是死心吧，公主姐姐是不可能答应你的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公主姐姐已经名花有主了。是谁？谁抢了我的公主姐姐？哼！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啊！你竟然敢牵我公主姐姐的手！长得也没我好看，哪里配得上公主姐姐？我要向你挑战！你说什么？我没你好看。童言无忌，这位兄台切莫当真。云师弟，你跟个小孩子较什么劲？这孩子再不管管都要上天了。我才不是小孩子呢！我要让你知道，什么才是配得上公主姐姐的强大男人。哼，比剑吗？愚兄有所不知啊，小杰年纪虽小，但已经是灵玄3级了，所以……啊？什么？他没骗你，而且这灵劫修炼的玄功很霸道，你底牌全开，估计也撑不了3、5招。挑战他，纯粹找虐。你又不早说。早说哪有戏看呀？你不是要为爱而战吗？加油啊！小杰，不许胡闹！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哼，我才没有胡闹呢，我这是为爱而战。你尊兄说的也对，这里毕竟是皇宫大内，不可太过放肆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就对轰3剑，以决胜负，敢吗？哼，3剑，我1剑就能把你打趴下。哼，果然还是小孩子呀。那好，若是我没接下3剑，你的公主姐姐也答应嫁给你，我绝不阻拦。若是你输了，不可能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就认你做大哥，听你号令。好吧，我就吃点亏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我可要出招了。天威剑势，开山！好强的剑意！失算了，我还是小看这小子了。看来第1剑就得要使出全力。这小子真的才16？啊，竟然挡下来了！看来你似乎要比想象的厉害那么一点点了。这一剑，你至少要12分力。天威剑阵裂，凤凰乱！啊，真是乱来！愚兄小心呐！月晨星。啊！虽似取巧，但若是平级相斗，这一剑简直是绝对碾压呀！你还真有两下子吗？最后1剑了，输了可别忘了认我当老大。我会输？我根本还没有用全力，好不好？哼，这一剑看你怎么挡！